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主角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老车，2010年的 W207 1350，当然。这一次来的做一个升级，说来话长哈，我们要把它改成小改款。这次的改装就没有像一般的改装这么简单，因为这次有牵涉到电脑的讯号的问题哦。要先帮他准备一系列所有改新款的东西。我们先看看一共要准备哪些东西，怎么改这台车，获得新的生命力，感觉变得更有质感、更有价值。走。好，讲到这个 W207，目前现阶段这个车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改装套件因为专门的 E-Car 毕竟是数量比较少，线上比较多的改法，前期都是改成 BS 套件，Brake 样式的，就是像这种，这种就只要换后保跟前保，看一下这个，因为前后期我们都有改装方式前期比较多的改法就是改成像现在这照片这样，这种样式Brake 就是所谓黑系列。头灯是属于4方头灯，也是很漂亮的改法。当然也有宽体的跟没宽体的版本，好几种方式直接移植下半截，头灯不改。这样的方式的等于头灯的位置它不会有太多电脑讯号干涉的问题。这种接合的方式也是我们最常做的方式直接移植成15年后期的新款。但是我们这一次车主要我们做的呢，是把它移植成后期，改成后期其实比较大困难的地方就是说它的头灯、尾灯，即便你买得到，也会遇到一些线路上面的问题，因为它必须连保险丝和前线整颗都要移植，还要电脑要远端编程来让这个车重新认识它新的系统。我们要说是基础型的改装也算，但是它其实复杂度也是蛮高的。这是要买的东西呢，包含新款头灯、新款尾灯新款前后保，加上侧巡，包含它的保险丝盒，还有远端编程，加上一个全车的烤漆。我们来看这一期我们是怎么样把一台车2010年的这个 E-Class 我们升级把它升级成2015样式。好，走。老板，你现在在做什么？现在就是在改新的模组就是我们叫做肾现在在改前肾。肾上的肾吗？肾的意思就是保险丝啦。总成在这个部分来看一下旧的拔起来，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这一组再把它移植进去而且这没那么简单，我们还要找人同时要把它编程，而且在拔这个之前，必须要先把原本的编程先备份。不懂，其实我也不懂，我要叫人家来做啦。我们又找个编程的人已经先记录过，待会这个装上去，硬体先装好，再灌软体，灌完软体再来装外面大灯，该今天就可以把这台车搞好了。接着看下去了现在开始拆了吗？对，现在开始拆。需要我帮忙什么？不需要。好，没有事。这么多东西，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只知道这个是阀门而已。好吧，我们通通先录起来，等一下能还原就还原了。对，它是照颜色的位置。Few moments later， 好了，对不对？好了。哇，搞定了好，装。其实拆车真的很麻烦雨刷这些东西全部都等一下要全部还原。下一个阶段就是编程刷一下车。好，我们来测一下新款。我不是要测这个啦，我要新款的灯啦为什么会这样子？那这应该要编程了吧？踩刹车我看一下，打一下方向灯，打倒车灯，应该也不会这样亮吧？应该是要编程吧？车头部分都拆掉就是改新款，有点无聊哇，总之可以拍这么无聊的片。牛刀小试一下，反正车主就随便我们改嘛。后保帮他开个洞后保杆开洞我们讲过很多，原厂塑胶我们可以用龙接来改的。照它这个造型比较传统的方式是这种比较传统的造型应该是这样子这个是比较传统的。这个款是比较传统的，因为现在宾士新款的样子都是倒吸它是反过来的，也就是这个造型这是倒吸款的，正常都不会坐在前面，会靠近后面偏转弯的部分哪一个？倒吸的。这么做了好，就这样决定了现在开切，不然实在太无聊了。走。
又到了杨哥讲评的时间了。老实讲，我们有改过这么速的吗？这半年应该没有开过最速的。这次竟然把一台原厂车改成另外一台原厂车的概念，是不是？对，差不多。好，这台车非常的好玩，这是一台宾士双门的，算中大型的轿跑车，这是它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它从09年呢一直横跨到15年哦，总共做了一次改款。本来很方的头灯呢，改成流线型的。1350是一台6缸自然进气的车，3498cc，它有的马力是272匹。其实这台车的马力是CP值非常的高，为什么？猜它卖多少钱就好。09年的头批卖多少钱？没概念，100万。宾士啊，宾士你觉得多少？100万可以买2台啊！你们可以买2台啊！真的假的？其实我们没有仔细去研究，都不知道。因为它第一个吸数比较大，所以它摔价比较快。可是这个车况其实都很好。你仔细认真听哦，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数字哦。我买一台前期的，在50万左右。再花现在目前的改装，全车翻新成新款，加上全车烤漆像这么漂亮，也不会就20上下，70万可以拿到一台将近280匹的双门跑车，划不划算？划算啊，真的划算。一样在中古车上，目前16年的行情其实大概就在100到120之间了，中间价差还有50万，所以这样改其实 CP 值非常的高。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我们改了些什么。其实这次的改装前保呢，改装了一支后期台湾厂商制造的 ANG 的前保杆，这个头很好认，头灯也是改款后的头灯，它是一体成型，像鸡蛋型的。前期的是双四方形的，这一看就清楚了。那这一组灯你知道多少钱？现在如果全新的话，不知道一颗要8万块这种改新款的方法，我都建议去对岸或者是找一些拆车的头灯，大概在7万内就可以拿到一组头灯了那就是半价。整个经费的预算控制还是必须着重在这个头灯。然后水箱罩呢改成满天星的这个水箱罩跟前期不共用，型盖是共用的，跟我们之前影片看到一样，更换头灯跟前保。当然最难的部分呢，其实并不是硬体的改装，是在软体的编程，花费非常多的心思才搞定它。铝圈的部分呢，18寸的改装铝圈加上 AP 的大6活塞车子有做过避震器改装，稍微有降低一些，没有把它趴到非常低好开为原则。侧裙的部分呢，就是一样是改装了这个 ANG 比较立体、比较流线的。这台车其实侧面让我觉得最值得加分的地方，其实宾士从前到现在很少有车子的窗户是没有 B 柱的这个遥控器宾士原本就具备这个功能，只要长按这个按钮开锁，天窗更都打开，天窗也在开天窗也打开。哇，帅毙了！我最喜欢它的线条在这边，没有 B 柱，没有 B 柱这个视野真的是无窗框的感觉，就非常的爽。这个车最大的卖点就在这边。所以你要换这台车？没有要换。来，我们来看一下后面，来镜头带到后面。目前这次的改装全部都是改新款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要去讲，但是我们还是小小的帮它点缀了一下这个开动。开的样子有点仿这个后期 ANG 的样式后保杆是后期 ANG 的三角形排气管，整个包都是直上件，买来的是没有开动的尾灯呢也是买这个新款的尾灯就是4条线的尾灯直接做更换。如果是原装新品，大概要3、4万对岸现在有蛮多这种全新的改装尾灯是属于副厂的，一组全新的大概1万多块，其实 CP 值蛮高的。另外再加装一支阿牌的碳纤维尾翼整个车子更过于战斗跟拉长动作。后方看了有个比较立体的这个造型让这台车战斗力增加不少。这是整台车这样改装其实是走一个质感的路线就改装成更有价值的外观的样式当然就算你前期的车种不是 ANG 的，其实改完也可以变成 ANG 的外观这是我认为加分最高的，是我们在选择颜色上面选择了保时捷的最近新出的颜色蜡灰色所以整台车看起来有点水泥灰的感觉，而且这个颜色呢，以后碰撞其实都非常好做保养。为什么？因为这颜色都有标准色号的，直接复原烤漆，它不会有色差的。难道是太原厂说不出话了？我不知道讲什么。也就是这次的改装其实车主在花费大概将近20万左右的改装，让这台车整体的质感加分不少，这也是事实也如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效果，其实非常的好。谢谢大家观赏这一集的宾士的老车翻新术改装特辑E-Class。谢谢大家观看，谢谢大家。好，我们来讲一下内装的部分E-Class 本身的内装就已经非常有质感室内空间座舱非常的大。我们又不是要卖车，我们讲那么多干嘛？
我怎么知道？那就把它讲完好了哦。看这全车内装，你看它的玻璃顶，还有它的吸柱无窗框的部分哦，其实坐在车里面看视野真的非常好，非常的舒服。车主选择2样提升的东西哦，我认为是让这台车质感增加最多的。第一个就是方向盘，C 系列 W205 4代的新款的方向盘，碳纤维材质的，加上这个对岸出产的触摸面板的安卓机是12寸的，因为原本的这个萤幕啊是一个像手机一样，在里面有个像抽屉一样，其实非常的老气。这样改完真的有连接上新款的感觉啊，质感加分最多。这个车主这样看得出来，其实蛮用心的，不错。欢迎订阅加追踪装模作样实境 Vlog， 也记得按小铃铛，谢谢收看。